一位单亲妈妈被56刀捅成血人，而她的女儿亲眼目睹了这一切。凶手到底是谁？他为何要对一个无辜的母亲下此毒手？这背后隐藏着一段扭曲的爱恨情仇。让我们走进这个令人揪心的故事。2020年6月2号清晨，南充某小区16楼一处住宅的门口，一位瘫倒在地的老人伤心欲绝地哀嚎着，旁边的角落还蹲着一个神情呆滞的小女孩。现场一片混乱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，有警方正在拉起警戒线，还有人在维持秩序。附近的邻居听见动静，还没来得及换下睡衣，就急忙赶了过来。见此场面，有人小声嘀咕：真是作孽啊，这让老人家和孩子可怎么活呀？没有人会想到，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，小区内竟会发生如此惨烈的凶杀案。死者名叫顾翠芳，刚满33岁，是一位单亲离异的母亲，跟着8岁的女儿玲玲租住在这个小区。人群中哭泣的老人是玲玲的外婆，得知女儿惨死，老人几乎哭得要晕厥过去。更可怕的是，死者女儿玲玲目睹了整起案件的过程，她亲眼看到母亲顾翠芳是如何被一刀刀残忍杀害，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。这给年幼的她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，当时已经被吓得不知所措。警察问她任何问题，她都茫然地摇摇头。直到当天下午，经过民警疏导和亲人的安抚，小女孩才渐渐安静下来，对警察叔叔说出了经过。是那个叔叔杀了我妈妈，他把卧室的门踹开，我和妈妈正在睡觉。小女孩口中的叔叔到底是谁？他又与死者顾翠芳有什么关系？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，让他当着一个不到8岁的小女孩的面残杀一个离异的母亲？这一切的悲剧都源自一场致命的情感纠葛，一段本不该发生的孽缘。那时33岁的顾翠芳是一名离异的单身女性，离婚后她要了抚养权，独自一人带着女儿玲玲生活。为了给女儿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，她在四川南充的王府井购物中心开了一家美甲美容店。虽然店面不大，但因为位置处在商圈，人流量大，所以生意一直不错。有时孩子不上学时，顾翠芳会将孩子带到美甲店，特意给孩子放了一张小书桌，方便孩子看书写作业。尽管孩子生在单亲家庭，但顾翠芳一直竭尽所能给孩子提供优越的生活，也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女儿。母女俩相依为命，过着平静的生活。没想到这种平静却被一次意外邂逅打破了，也成了顾翠芳人生悲剧的开始。2018年的下半年，顾翠芳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中认识了曲江。顾翠芳虽然已经是孩子的妈妈，但因为长相甜美，穿着时尚，平时又十分注重保养，看上去与20多岁的年轻女子无异，所以聚会中曲江第一眼就被人群中的顾翠芳吸引，趁机要了顾翠芳的联系方式。此后曲江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对顾翠芳展开了猛烈的追求，时不时的订好环境优雅的西餐厅，约顾翠芳一起出来吃饭，有时也会抱着一大束玫瑰花，在顾翠芳所在的美甲店门口等待，甚至还主动接送顾翠芳上下班，风雨无阻。也许是单身太久，再坚强的女人也向往有一个归宿可以依靠的肩膀，又或许是被曲江一顿甜言蜜语哄得失去了理智的判断。尽管得知曲江并没有正经工作，还有赌博的不良嗜好，顾翠芳还是很快沦陷。没多久，两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。可1个月后，顾翠芳意外从朋友口中得知曲江是有妇之夫，家中还有2个孩子。得知一直以来曲江都在欺骗她，并且让自己无辜背上了小三的罪名，顾翠芳立马跟曲江提了分手，并且表示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纠葛。男女交往有不合适的地方提出分手，这本是人之常情，何况曲江是有家室的人，两人在一起于情于理都不合适，好聚好散，这也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糟心事。但偏偏曲江无论如何就是不同意分手，他跑到顾翠芳面前下跪求原谅，并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，还哭着发誓向顾翠芳保证自己一定会离婚，给顾翠芳一个名分。
两人以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顾翠芳向来是心软善良的人，在路边看到一只流浪猫都会默默流泪，何况是自己心爱的男人。她对曲江是有感情的，也曾幻想过会和对方组成家庭。看到曲江痛哭流涕的样子，顾翠芳也觉得于心不忍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就跟着吧嗒吧嗒往下掉。这时的曲江见到顾翠芳有所动容，立马上前紧紧拥抱住顾翠芳，哭着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芳芳，我不该隐瞒你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。”顾翠芳放不下对曲江的感情，加上曲江答应她会离婚，两人便继续维持着交往。可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托付终身，一时的心软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，这也为之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。两人暗地里交往1年，直到2019年7月，曲江与妻子离婚，两人才正式公开交往。不过顾翠芳的父母并不赞成这段感情，在他们看来，曲江已到了而立之年，连一份正式工作都没有，这就意味着这个男人不上进，同时也是没有担当、不负责任的表现。但顾翠芳却觉得，只要曲江对她好，对孩子好，工作可以慢慢找，钱可以慢慢挣。何况他现在经济收入也相当可观，而且曲江为了自己已经离婚，足以表明他的真心。对于父母的话，顾翠芳自然是没放在心上。可没多久，顾翠芳便发现了曲江的确如父母口中说的那样，并不靠谱。他3番5次向自己借钱去打牌赌博，向自己保证很快就会还，但从未有下文。顾翠芳还帮他还过几次信用卡，也曾劝过让曲江去找份工作，不在于工资多少，关键人不能懒惰颓废。可每次曲江口头上答应，但照样在牌桌上流连忘返。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，让顾翠芳铁了心要和曲江分手。那天曲江又向顾翠芳借钱去打牌，顾翠芳不愿意，没想到曲江直接动了手，趁顾翠芳不注意，一把将她推倒在墙角，恶狠狠地抢过钱包，把里面的钱全部拿走。这让顾翠芳彻底对曲江死了心，也不愿再和他有任何交集。可曲江哪能放过好不容易到手的摇钱树？顾翠芳走到哪儿，曲江就跟到哪儿，拿出死缠烂打的那一套骚扰顾翠芳，就连店员、朋友、邻居也跟着遭殃。半夜敲顾翠芳的家门，拧松过楼道的灯泡，还闯到店里找她拿钱，甚至还去跟踪顾翠芳的父母和女儿，悄悄拍下其照片发给顾翠芳威胁她。这让顾翠芳一度精神崩溃。无奈之下，顾翠芳只能报警求助。警察一来，曲江立马变成了一副老实人的样子。警察叮嘱教育他，他态度表现得十分端正，反复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。警察前脚刚走，曲江又开始不断纠缠顾翠芳，一次还大言不惭地开口向顾翠芳借2万块钱用于赌博。顾翠芳被曲江一系列流氓行为惹得烦不胜烦，无奈只能破财消灾，转给曲江2万块钱，希望让曲江远离自己。而曲江还假惺惺地打了一张借条，可顾翠芳的隐忍并没有让曲江就此罢手，反而让曲江得寸进尺，像影子一样缠着他，行为也愈发恶劣疯狂。在案发前2天，顾翠芳透过住处的窗户看到曲江又在小区楼下徘徊，不一会儿就听见家里的防盗门外传来咚咚咚砸门的声音。顾翠芳害怕曲江会闯进来，急忙打了报警电话求助。民警赶到现场后，直接将身上带着匕首的曲江抓捕。可就在警方准备把曲江带去警局时，顾翠芳又心软了，本着息事宁人的想法，表示只要曲江答应以后不再来骚扰他，他愿意和解。因为曲江认错态度良好，加上并未构成伤人，报警人也选择原谅，警方就按照感情纠纷处理了该事，对曲江进行了口头批评和教育，便放曲江离开了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悲剧就在2天后发生了。曲江意识到，无论自己如何纠缠，顾翠芳始终不愿意与自己和好。他觉得这个女人不知好歹，自己为她离了婚，抛弃了妻女，到头来什么都没了。赌博欠下的高利贷无力偿还，爱情、家庭都无法挽回，他将一切归罪于顾翠芳。
他又让顾翠芳付出生命的代价。2020年晚上7点，曲江将事先买好的匕首、菜刀悄悄藏在衣服里，黑夜中潜进了顾翠芳所住的单元楼，随后一直悄悄蹲守在楼顶，等待时机动手。大约晚上8点，曲江站在天台上看到了顾翠芳母女俩从小区大门进来的身影，而此时的顾翠芳并不知道，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她，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进入倒计时。她像往常一样将防盗门锁好，并将内侧的门也反锁了一遍。根据顾翠芳的女儿事后回忆，晚上9点左右，她和妈妈准备上床睡觉，突然她听见了按打火机的声音和脚步声，便问妈妈是不是那个人来家里了。两人查看了所有的房间，并未发现异常。随后顾翠芳将家里的窗户都关上，又锁了卧室门，并用一张凳子抵住，母女俩这才睡去。在早上5点多，曲江用事先偷偷配好的钥匙将外面的防盗门打开，溜进了屋。可等到开卧室门时，却发现门被反锁。气急败坏的曲江直接2脚就踹开了门，巨大的声响让顾翠芳和女儿几乎被同时惊醒。看到曲江进门的身影，玲玲握住妈妈的手，小声地说道：“妈妈，那个叔叔来了。”顾翠芳也被曲江的行为彻底惹恼了，呵斥道：“你干什么？给我出！”话还没说完，曲江拿起菜刀就疯狂地对顾翠芳砍去，随后又拿出匕首对着顾翠芳就是一顿乱捅。玲玲在一旁被吓得不敢动弹，但也鼓起勇气，颤抖着声音对曲江喊道：“你不许伤害我妈妈！”却被曲江一句“你不许说话”吓得再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10几分钟后，曲江才终于停手，拿了顾翠芳的手机离开了。此时身中数刀的顾翠芳早已倒在一片血泊中，没了声息。可怜的小女儿玲玲听到了关门声，几分钟后才敢下床走到妈妈身边。她叫了妈妈好几声，可是没反应。她看到妈妈身上一直在流血，又去厨房接了一盆冷水淋在妈妈脸上。妈妈还是没有醒，她想报警，可是妈妈的手机被拿走了。她又鼓起勇气打开了门，探出脑袋左右看了看，确定走廊没有人，才敢去敲邻居王婆婆的门。此时的王婆婆正和女儿一起做早饭，一打开门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玲玲穿着单薄的睡衣，身上都是血，浑身都在发抖。王婆婆问她发生什么事儿了，玲玲哆嗦着身子，又胆怯地看了看周围，才回答说：“我的妈妈被那个叔叔杀了。”王婆婆立马叫上女儿，到了顾翠芳家里一看，差点被这惨不忍睹的一幕吓到晕厥，这才让女儿报了警。经法医鉴定，顾翠芳全身创口达56处之多，头部、肩背部、四肢均有多处刀伤，以至于顾翠芳的家属在火化前希望殡仪馆能帮助缝合尸体，得到的回答却是伤口太大，无法缝合。如此惨绝人寰的作案手段，让顾家人悲痛欲绝。2020年6月3日下午13时，警方抓获了逃到了70公里外岳池县的曲江。本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由于案件影响极其恶劣，案发后激起了民愤，众人纷纷强烈要求严惩凶手，而曲江的家人却始终没露过面，也并未对顾家人有一声道歉。一直到庭审的前一天，曲江的姐姐才找到顾翠芳的父母，提出赔偿6万元，让顾家和解，原谅曲江的行为。6万元能买来女儿的命吗？曲江的态度彻底激怒了顾家，最后曲江的姐姐被2位老人赶出了家门，他们发誓一定要让曲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苦苦煎熬了半年，终于快等到宣判的日子。2020年12月30日，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一审判决结果，判处曲江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赔偿受害家属76万余元。何为死刑缓期2年执行？也就是说，在死刑缓期期间，如果没有故意犯罪，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。另外，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，2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。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之所以如此判决，
主要依据认为该案是由婚恋纠纷引起，受害人本人也有错误。另外，凶手当庭认罪坦白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。这一判决结果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。顾翠芳生前的邻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自古以来，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何况凶手实在太残忍，怎么下得了手？小区的居民联名写了请愿书，要求严惩凶手。同样，顾家人对此判决更是强烈不满。顾翠芳的弟弟顾彦斌面对采访的记者，哽咽地说：“小区保洁的阿姨告诉我，姐姐抬下来时，肠子都流出来了，遗体五脏六腑没有一个是完好的，有些伤口都扎穿了身体，耳朵砍掉了大半。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都没办法缝合，只能缝大伤口。”我一想到这些，心里就难受的绞痛。顾家人的诉求很简单，就是要判处曲江死刑，一命抵一命，必须要讨回公道。可一审这样判，也就意味着曲江还有存活的可能。于是顾翠芳的家人当即向南充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抗诉请求。经过审查后，南充市人民检察院在2021年1月13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。检察院基于人民法院判决的2点依据提出否认。第一，案发半年前，顾翠芳已明确表示不与曲江交往，曲江采用非法手段对顾翠芳进行纠缠、骚扰，被害人报警后仍然继续对被害人进行纠缠、骚扰，所以被害人方并无过错，也并不存在因婚恋纠纷引发的案件纠纷。第二，曲江犯罪手段残忍，且在作案前做了充分的准备，购买了作案工具，在作案后逃跑，同时造成的犯罪后果严重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影响巨大。即使坦白认罪，也不能改变他主观作案的恶意和造成的后果。2021年12月28日，四川省高院依法作出终审判决，曲江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看着曲江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顾家人才松了一口气。在宣判的第2天，顾家人就带着玲玲去了顾翠芳的墓前，告诉了她这个消息，希望她在天之灵可以安息。可这场惨案带给这个家庭的创伤仍在继续。